2026年2月28日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死了。在美以联合的空袭中，他的家人很多都被炸死了。伊朗的街头，有人在哭泣，有人在跳舞。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的是，压迫者死了，女性就自由了吗？50年前的伊朗，德黑兰的女孩子们呢是可以穿着牛仔裤、穿迷你裙去酒吧 party 听摇滚乐。在巴列维时代，伊朗的女性是禁止戴头巾的，她们有选举权，有受教育的权利，男女同工同酬，也可以担任公职。女法官、女大使、女部长也活跃在各种各样的政府机构里面。是的，这就是50年前的伊朗。当然，在说伊斯兰革命之前，我们也要说清楚一件事情，就是巴列维也并不是一个好人。他设立了秘密警察，镇压政治意见者，用酷刑和死刑来维持统治。在巴列维时代，贪腐盛行，王室奢靡无度，底层百姓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改善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。这里有个问题，就是它的改革速度，它远超政治开放速度。经济飞速发展，但是没有言论自由，没有司法独立，没有结社自由。有人可能在疑惑，为什么经济可以高速发展，且政治依旧专制？那个时候的伊朗经济发展大部分主要靠的是石油，他们的钱是从地底下来的，并不是靠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活动去产生的。这里面还有一个致命的因素，就是它的西化改革完全无视了伊朗的宗教传统，几乎把伊斯兰文化当成了一个非常落后的东西，强行世俗化。于是在1979年，所有人走上了街头，教士们要宗教权威，知识分子要民主，穷人要公平，女性也在其中。霍梅尼就是哈梅内伊的上一任，说反专制反美国要公正，然后每个人呢都只听到了自己想听的部分。最后霍梅尼赢了，那个时候大家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大家想的根本就不是一件事儿。女性参与了这场革命，她们上街，她们支持霍梅尼。当时有很多的女性在戴着头巾，不是压迫，而是一种政治表达。她们反对亲美的巴列维王朝，她们想要回归伊斯兰传统。她们本以为这是一场解放，但是随后的期待很快就破裂了。就在38妇女节的前一天，强制戴头巾的命令来了。她们参与了推翻一个国王，然后被告知把头包起来。当然抗议也没有用啊。1979年3月6号，霍梅尼正式颁布了强制头巾令。根据伊朗的现行法律，在公共场合不佩戴头巾可以判处10天至2个月的监禁，或者74下变刑。这个法律从7岁的小女孩就开始适用了。在伊朗小学1年级的第一天，女孩子们就必须要佩戴头巾。如果你没有戴头巾被抓到会怎么办呢？你必须要签一份书面承诺，保证自己不会再犯罪。如果你拒绝签字，那你就会被监视6个月，禁止出境1年，并且取消公职资格。还有一个叫道德警察的机构，相信很多人可能都听过，专门在街上盯你有没有把头巾戴好，你的头发有没有被露出来。然后2022年，22岁的玛莎阿米尼就因为佩戴头巾不规范，被道德警察带走，然后死在了拘留所。于是伊朗炸了，女人生命自由这句话响彻了全球。女大学生们开始烧头巾，女运动员摘头巾拍照，女足球队集体留下了那张历史性的合影。那场运动持续了好几个月，然后被镇压了。直到2025年底，这场革命再次爆发，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的最大规模，遍及100多个城市。镇压造成的死亡，我们其实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，有人估算是3万到4.3万人之间，而下令的人就是哈梅内伊。压迫者死了，历史该怎么走呢？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相似时刻。利比亚2011年卡扎菲死了，利比亚今天还在内战，女性处境并没有好转。伊拉克2006年萨达姆被处决，伊拉克随后进入了长期的动荡。ISIS 兴起，对女性的暴力到达了另一个顶点。阿富汗，我上一个视频也有讲过阿富汗女性的处境。2001年美国进军阿富汗，其中的理由之一就是解放阿富汗的女性。接下来的20年，女孩子可以上学，女性当了医生，当了大使、副部长，有27%的议会席位是女性。2021年美国撤军了，塔利班接手的第2年，开学第1天，女孩穿好衣服想要去上学，却被告知回家。不许上学，不许工作，出门必须要有男性陪同，公共场合不可以大声说话。解放者们带走的只有他们自己，结构没变，权力没变，女性的处境更糟糕了。无论是内部压迫者的死亡，还是外部解放者的介入，如果女性自身不是权力结构的主体，结果其实都一样。未来的事很难说，但是确实现在也有分析人士认为，伊朗也有可能在哈梅内伊之后出现一个更加强权的统治者。
更加强硬的政权，因为革命卫队控制了伊朗将近40%的经济资源，是整个体制的最大受益者。哈梅内伊死后，他获得了更多的战略自主权，压迫者的肉身可以消失，但压迫的结构、军队、经济利益、宗教权利还在那儿。所以问题从来不是那个人死没死，而是谁来接管这把椅子。在我们的历史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，民国的唐群英，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，建立中华民国。有一个女人唐群英，她是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，参加了北伐。孙中山亲自授予了她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勋章。她带领着400人的女子北伐队攻打南京城，是真刀真枪的干了革命。然后中华民国颁布的临时约法里面，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，无种族、阶级、宗教之区别，没有写男女二字。他们要求加上男女，没人理。唐群英3次率人闯入参议院，第2次女将们砸碎了玻璃窗，打翻警卫队，强行进入。第3次他们佩戴了武器，议长紧急打电话给孙中山，请求派兵保护。然后宋教仁在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时，公然将政纲里主张男女一律平等的那一条删掉了。1912年8月25日，国民党成立大会，唐群英走上主席台，当面质问宋教仁，宋教仁沉默不语。唐群英在盛怒之下扇了宋教仁一个耳光，一旁准备过来劝阻的林森也挨了一下，全体女会员愤然离场。而孙中山，那个当初承诺女性参政的孙中山，给唐群英写了一封亲笔信，说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，乃多数男人之意，非少数可能挽回。他反劝唐群英先去搞教育，提升女性素质，以后再来跟男人争权。你们帮我们打了革命，但平权这件事，你们自己回家修炼去吧。当时就有女性说得很清楚，革命未成之日，何尝不用女子？今革命成功，竟取消男女平权，不准参政。这句话100多年了，放在今天的伊朗依旧适用。为什么革命的时候需要女性参与？革命成功之后就开始排斥女性，因为革命需要的是动员，而权力需要秩序。女性在动员阶段呢是资源，她们传递情报、募集物资、组建队伍、上街抗议，她们的参与可以让整个运动看起来更加广泛、更加正义、更加正当。但是当革命胜利的时候，权力开始重新分配的时候，那个结构本身是谁来设计的呢？是那些手握枪和资源的男性，而在他们的议程里面，女性的权利从来都不是优先选项。给女性投票权，让女性进入政治，意味着权力需要重新分配，那是他们不会想要的事情。所以他们给出的答案永远是先等一等，等局势稳定了，等社会发展了，等你们准备好了。在唐群英的时代，孙中山对他说，先把教育搞好再说。伊朗女性的时代，哈梅内伊的继承者们可能会说，先把国家重建好再说。那个再说再等等之后就变成了从来没说过。所以哈梅内伊死了，然后呢？我非常理解那些跳舞的伊朗女性，那是47年的重压终于松动了1寸的感受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那松动的1寸不会自动的成为1尺。政权更迭是一个窗口，不是一个结果。在这个窗口里，女性必须是政治的行动者，而不是等待被解放的人。唐群英的故事之所以值得被我们记住，不是因为她赢了，她没有赢。女性参政运动最后被镇压，组织被解散，她被通缉。袁世凯悬赏1万银元通缉他，但他仍然在流亡中坚持。后来在湖南终于推动了省宪法，写下了无论男女，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他赢得了一个省，用了10几年的时间。在被打压、被通缉、被男性战友背叛之后，这才是机会窗口真正的样子。不是欢呼庆祝，而是立即行动，在混乱里马上占领那个位置。不是等男人给你，而是自己主动把条文写进去。伊朗女性现在面对的是47年以来最大的一扇窗口，至于这扇窗后面是什么，可能取决于接下来有多少人用自己的身体将它们撑开，而不是等它自己开。